比特币还会继续下跌吗？这波下跌的底在哪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，我们可以先画出我们在此处有出现一条上升通道，而我们之前呢已经强势的往上做突破了。不过我们在往上突破之后有一次回踩之后，我们并没有创出新高，这其实对比特币的多头走势来说，这绝对不是好迹象，这表示我们的行情绝对有变弱。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原本的通道上缘挣扎，如果说我们能跌回通道内的话，那就表示我们的行情呢真的有减弱许多了。其实我们之前呢在突破通道的时候，这其实就是行情加速的表现。所以我认为在此处是相当关键的，而且也不只是我们之前的通道，还有趋势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其实我们从25000左右呢，一直到当前的行情呢，它完全是属于同一波的上涨。不过这个上涨基本上也要宣告结束了。那当然，我们用趋势线画，它确实是不一定会太准确啊，所以我们就用完全没有争议的，我们用磁铁，并且用射线，这个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误差发生，也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。那我们先把这两个点呢给找出来。好，你可以发现呢，如果我们画一条趋势线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当前的比特币价格呢，已经很明确的跌破了这条趋势线。那跌破趋势线之后，其实我认为当前的下跌它确实是比较弱势的。我认为如果说要很确认它真的是真跌破的话，那么我认为我们要等待大约在61000左右的支撑。如果说此处的支撑它又被跌破，那我认为我们这里的跌破呢就可以被完全的确认，那我们真的会迎来更进一步、更深度的回调。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是最为关键的，大概在61000左右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看了这些趋势线，其实它还有比较缓和的趋势线。那当然，你说趋势线要看哪一条，那取决于你做的级别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在此处呢还有一条比较和缓的趋势线呢。那这条比较和缓的趋势线呢，我认为它表示的是我们自从到5万上方以来的这一波调整的行情，它最终选择的方向，这个震荡选择的方向。那我们从25000画上来的趋势线，就可以代表25000以来的多头走势它有没有结束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此处呢，它能不能止跌，其实都是很关键的。而且我们可以再往细看，我们之前有谈到，大概在63000、64000左右，它就是很明确的阻力。那如果说此处又没有撑住的话，我们就会测试到最后一个关卡，也就是大概在61000左右。那如果到61000的话，大家真的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之前有不断提到，我认为我们这一波的下跌非常难跌破60000的原因。那当然那些原因都比较重要。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再提出一个原因。那这个原因呢，或者说这种观点我看下来还没有人提出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目前比特币的牛市呢，每一轮牛市它的回调幅度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只以减半的牛市作为衡量牛市的门槛，也就是我们会把2011年的牛市呢给筛选掉因为11年它并不完全是由减半推动的，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牛市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7年、21年，还有我们13年、17年、21年，还有我们今年24、25年的牛市，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一个规律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当时呢，在2013年的牛市的时候，它是怎么走的呢？基本上不太回调的，只有2次大的回调。这2次大的回调是跌了多少呢？一次跌了40几%，那一次跌了60-70%，40几%跟60-70%，等于说整轮牛市都不太跌，跌幅都集中在2次，就是2次大的跌幅。那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2017年的跌幅。2017年的跌幅呢，基本上非常的均匀也就是跌了很多次，但每一次都跌20-30%。那你可以发现这种下跌的方式跟我们在13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到了21年呢，我们又周期循环，又回归到像2013年这样子的跌幅的分配，也就是都不太跌，但跌就跌2次大的，一次312，一次519。我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。
一次跌了60%左右，那一次呢跌了50%左右哦，这2次真的是杀得非常狠啊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哦，基本上它是轮回的，所以会跟2017年非常的雷同，也就是它是由数次小的跌幅所组成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来整理一下规律。我们在2013年看到的是2次大的跌幅，到了2017年是数次小的跌幅，到了2021年我们又重新看到2次大的跌幅，开始轮回了。然后我们到了今年呢，我们这轮牛市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是出现数次小的跌幅，那其实就是符合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可以整理出一个周期了。其实为什么会产生周期呢？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被解释的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牛大牛的观念？其实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当中是没有小牛大牛的观念的，直到我们上一轮2020、2021的牛市。所以这轮牛市很多人都在等待大牛、小牛什么时候会有暴跌？结果呢，暴跌的这个或者说下跌的状况呢，其实跟大家想象的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大家都会留着上一轮牛市的这种思考方式，大家就觉得下跌就是要有2次大的下跌，所以庄家他就会不断的玩弄大家如果说大家拿着上一轮的记忆的话，上一轮的印象的话，那么拿到这一轮就是无法获利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2次大的下跌那如果你拿着上一次，也就是数次小的下跌的这种牛市的分配，然后去套在2次大的下跌的这种牛市身上的话，那它是不适用的。或者我们反过来说，我们这轮牛市呢，它是由数次小的下跌构成的。它跟那如果你拿了我们上一轮牛市这种2次大的下跌的思考方式、操作方式来去思考整个盘面的话，那就会失去非常多的利润。所以有周期它是合理的。它是确实是利于庄家的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一直在等待大的下跌，结果根本就没有出现了。那最后你可以发现，为什么这个周期我认为它依然是合理的？你可以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17年跟我们今年2024、2025年的牛市，其实它的跌幅是有缩小的，它的分配的状况类似，但是跌幅是缩小的，它都是由数次的下跌所构成的，但是它跌幅确实有减小。我们在2017年的小的下跌，大概就是每一次20-30%，然后很多次可能总共有7-8次，每一次20-30%。那我们这轮牛市呢，它下跌大概就是10几20%左右，20%、20出头%左右。那为什么会这个下跌的幅度缩小那你也可以再观察2013年呢到2021年的牛市其实它跌幅也是缩小的。我们在2013年，我们居然有出现70%的跌幅，这个在我们现在来看是相当不可思议的。不过到了2021年呢，它有缩小一些，是明确有缩小一些的，这个绝对是可以被解释的，因为我们的市场逐渐的变成熟了，有机构加入了，散户变少了，再加上我们最近你可以看到 ETF 都通过了整个传统金融华尔街的资金都可以进入市场，那市场它就会变得比较理性，那下跌的幅度就会比较受控，那其实就是市场成熟的表现你可以去观察一些市值大的币种、市值大的股票，其实都是通用的，它就不太会有夸张的暴涨暴跌，除非是它的市值小，刚开始它才会出现暴涨暴跌。所以我们从图表呢，也可以见证比特币它逐渐成熟的过程。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。那既然我们已经有对于这个牛市这种回调的思考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来稍测量一下。其实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呢，已经下跌了20多%左右了。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好好考虑当然不排除中间可能有一个30%甚至30多%的回调。但我认为这个牛市呢，基本上它是由数次小的下跌构成的几率会远远的大于是有2次这种大的下跌，或者说是几次这种很大的下跌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。